家好，我是平，今天要来跟你们讨论的主题是单簧管的暖身练习要怎么练。那么为什么暖身练习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它能够帮你建立好良好的吹奏习惯，还有基本功。很多学生每天一开始装好乐器啊，就是直接开始练习曲子，而忽略了暖身练习的重要性。其实，在你每天开始练习你的曲子之前啊，花个10到15分钟。做好的暖身练习之后，你的音色、吐音甚至技巧都会进步得很快。那么通常单簧管的暖身练习主要分为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长音练习，第二个是吐音练习，第三个是音阶练习。长音练习基本上是你在建立基本功的时候不可或缺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长音练习可以帮助你建立好良好的用气习惯。如果你的气没有好的支撑的话，不管你有再厉害的手指技巧都没有用，因为只要你的气不集中，不管你的手指动得再快，你的音都不会清楚，音色也不会好听，然后高音很有可能会吹不上去，低音也会听起来有很多的气声。再来是长音练习呢，可以帮助你专注在固定好你的嘴型。当你能够建立好稳定的气流跟好的嘴型的时候，你的音色自然的就会进步。那么长音练习到底要怎么练呢？我今天在这边设计了一份单簧管的每日暖身练习教材，里面包含了长音、吐音还有音阶练习。今天我会来示范一部分给大家看，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里面，然后你们可以去填写表单，可以跟我免费领取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练习里面的第一个长音练习，我们从最低音的咪开始，然后呢，等一下你节拍器打开4分音符等于50，然后到下一个音的时候，用你左手的大拇指把你的高音键给打开来，这个就是它的泛音。在演奏之前呢，给自己一个完整的1拍吸饱气，然后当你在演奏低音的时候，你要确保你吹出饱满还有集中的声音。当你演奏到高音的时候，你的音色自然就会吹得好听。那我先来示范给大家看第一组。再来下一组，从发开始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长音练习，是强弱变化的练习。那这个练习有一个重要的点呢，就是当你在做不同的强弱变化的时候，你要避免去移动你舌头的位置。我有些学生他们常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在演奏到强的音量的时候，舌头的摆放位置就会变得很低，就会变成你的音色是散开来的，音准也会变得很低。再来还有另一个练习要注意的点是，当你演奏到渐弱的音量的时候，你要确保你仍然可以清楚的听到你的声音，而不是只剩下气声哦。即使当我们在演奏弱的音量的时候，仍然可以让声音像是有个中心点在那边持续支撑着。那我就先来示范第一组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当你们练习一段时间后呢，你们可以试试看把节拍器的速度渐渐的放慢，看你能不能够仍然吹完完整的练习。我们要训练让我们的气能够支撑的越长越好。接下来我们看吐音练习。吐音练习呢，我在上一集有跟大家介绍过怎么练。那我今天在这边也是示范一小段给大家看。今天我们节拍器打开80的速度来试试看。最后一部分的练习就是音阶练习。那么音阶练习不是单纯只是练习你的手指技巧啊，也是在练习你在换音的时候能够保持稳定的气流还有音色。所以慢练还有仔细把耳朵打开听就会非常的重要。那么音阶练习有很多不一样的练习方法。那在我设计的教材里面呢，用循序渐进的方式介绍了最常见的 C 大调、G 大调还有 F 大调音阶。那大家最后还是记得去填表单跟我领取。
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，记得每天练习曲子之前给自己10到15分钟的时间做好的暖身练习。如果需要预约线上课程的朋友们，我也有把链接放在描述栏里面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